歡迎來到新興消息頻道，請訂閱頻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錯過當天最熱門的新聞。我們今天的時事通訊包括以下內容：偶遇趙麗穎戶外散步，網友直呼身材55分，和普通人沒啥兩樣。一條熱搜的壽命是18小時，但我們對女明星身材的審判持續了至少20年。2025年11月底，一組趙麗穎在街邊散步的偷拍照，毫無意外地衝上了熱搜。照片裡，她頂着一頭有些隨意的粉色頭髮，穿着寬大的白色 T 恤和灰色運動褲，腳上是一雙看起來穿了很久的帆布鞋。沒化妝，沒造型，就是你我下樓丟個垃圾的樣子。然後，評論區吵翻了天。一條被頂到前面的熱評是：這身材比例也太虐了，55分吧，跟普通人沒啥兩樣。雙引號。幾乎在同一時間段，另一個熱搜是辛芷蕾回鶴崗吃燒烤。視頻裡，她素面朝天，坐在老家熟悉的燒烤攤前，大口吃肉，笑着和鄰居聊天。下面的評論一片祥和，好真實。一點明星架子都沒有，可愛。雙引號。你看，同樣是卸下光環，差距怎麼就那麼大呢？我們先回到趙麗穎那幾張照片本身，很多人揪着55分不放，這其實是個視覺錯覺。她當時穿的是一件非常寬鬆的 oversize 款 T 恤，下身是同樣寬鬆的束腳運動褲。這種穿搭，甭管你是超模還是舞蹈家，只要衣服沒腰線，直接蓋到胯，在某個抓拍角度下，很容易就把身材切成上下兩截。一位長期跟拍明星的時尚編輯私下裡聊過，鏡頭是最大的騙子。那天要是他穿條高腰牛仔褲，搭件短上衣，同樣的身高，看起來腿長能多出10公分。不信你看他2天後出席品牌活動的官方圖，一襲剪裁得體的連衣裙，身段線條立刻就不一樣了。問題出在衣服，不在身材。但為什麼大家偏偏對這幾張路人照這麼苛刻？這背後藏着一套挺有意思的大眾心理。我們對明星，尤其是女明星，一直懷着一種雙重期待。一方面，我們花錢買票開會員，是去看一個夢。我們期待他們在鏡頭前完美無瑕，身材管理嚴格到變態，皮膚好的能反光，禮服永遠合身。這是他們工作的一部分，我們稱之為職業素養。但另一方面，我們又極度渴望扒開這層華麗的包裝，看看裡面那個人。我們熱衷於偶遇，熱衷於看他們私下穿什麼，吃什麼，素顏長啥樣。我們想驗證，看他們也不過如此。這種心理很微妙。當我們在網絡、在雜誌上反覆被那些精修過的毫無瑕疵的形象沖刷時，內心會產生一種無形的壓力。而一旦發現那個被捧在高處的明星，私下裡也有小肚腩，腿也不總是又長又直，皮膚也會暗沉，我們會在瞬間獲得一種心理上的平衡和放鬆。原來大家都一樣。這種發現甚至帶點隱秘的快樂。所以XXX 生圖翻車 XXX 身材走樣這類話題永遠不缺流量和討論度。這不是針對趙麗穎，這是一套對所有人都生效的隱形規則。然而，規則也有看人下菜碟的時候。為什麼同樣是去神話，辛芷蕾回鶴崗吃烤串就是真實可愛，趙麗穎街頭散步就成了身材55分？這裡涉及公眾的預設劇本。辛芷蕾一直以來給人的印象帶着點飒和接地氣的標籤。她回老家，符合大眾對她不忘初心的想象。大家帶着一種溫情濾鏡去看她，燒烤攤的煙火氣反而成了加分項。而趙麗穎從偶像劇女主到正劇大青衣，她的成長路徑伴隨着極高的關注和同樣嚴苛的審視。她的普通一刻更容易被放在女神標準下挑剔。
大眾似乎無法接受一個在戲裡能氣場全開的女主角，私下裡竟然可以如此不修邊幅。我們的期待有時候是雙標的。把視線從趙麗穎身上挪開一點，你會發現另一個極端案例。今年初，有網友偶遇74歲的演員劉曉慶在公園散步。照片裡，她穿着運動服，頭髮隨意扎着，臉上能看出清晰的歲月痕跡，甚至牛仔褲膝蓋處還有個不經意的破洞。評論區卻是一片讚嘆，這狀態太好了，活得真自在。這才是優雅老去。你看，到了某個年齡階段，公眾對真實的寬容度和欣賞度反而急速上升。大家不再期待她保持少女般的緊緻，反而為她的從容和生命力鼓掌。這種評判標準的滑動本身就很有意思。說回趙麗穎，這件事最值得玩味的地方，其實是她的反應。風波鬧了幾天，她本人一句話沒說，沒有律師函警告，沒有發健身照挽尊，更沒有寫小作文訴苦。她只是在另一個社交平台分享了一張天空的照片，配文：今天的風很好。這是一種四兩撥千斤的淡然。她太明白這一切遊戲規則了。從當年被導演說圓臉演不了主角，到後來憑借一個個扎實的角色走到今天，她早就不是那個需要靠完美形象來證明自己的演員了。她的根基是花千骨的執着，是《知否》裡的明蘭，是風吹半夏裡的許半夏。這些角色賦予她的力量，遠比路人的幾句指指點點要厚重得多。事實上，娛樂圈的風向也在悄悄轉變。過去那種偶像必須360度無死角的黃金法則正在出現裂痕，觀眾看膩了千篇一律的濾鏡和套路，開始渴望一點人味兒。一些綜藝節目裡出現了讓嘉賓清晨剛起床不帶妝直面鏡頭的環節，反響意外的好。大家開始覺得那些小心翼翼的完美，有時不如一個率性的噴嚏來得有趣。明星偶爾顯露的普通瞬間，如果處理得當，不再是危機，反而可能成為拉近關係的契機。他打破了那層冰冷的玻璃，讓公眾覺得，他也會怕冷，他也會餓，他們卸了妝也會累。這種真實的脆弱，有時比堅固的完美更有力量。趙麗穎散步事件，就像投進湖面的一顆石子，漣漪的中心是關於她身材比例的短暫爭論，但一圈圈盪開的波紋卻映照出我們每個人內心深處的鏡像。我們對女性外貌近乎苛刻的丈量，我們對明星這個身份複雜矛盾的需求，我們通過評價他人來獲得自我確認的隱秘習慣。當我們在鍵盤上敲下55分的時候，我們究竟在審判誰？是那個穿着休閒服散步的趙麗穎，還是那個被無形標準束縛住的自己？或許，當我們能坦然接受明星也可以擁有一個不被打擾的平凡的下午時，我們對自己腰線上那一點點多餘的肉，也能稍微寬容那麼一點。